大家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搜话题：外资机构买爆中国资产，这次暴涨是短线投机还是转长牛？外资机构主要买了什么？我们来看网友的评论：市场的稳定性因为央行承诺提供的5000家1万亿额度的证券便利互换，相比国内大部分人资金的懵逼状态，老外太知道这个便利互换是什么货色了。因为东西发源地又在美国。TSLF 定期证券贷款工具，金融机构可以凭借手上的有价证券，以此为抵押，向美联储换取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卖出后获得流动性，用于其他资产的买入。这个东西第一次被创造出来是2008年3月用来应对次贷危机，2020年3月的疫情中断时被再度启用。可以说 TSLF 和 OF 一样，都是美联储发明出来应对金融危机并起到非常良好效果的救市大杀器。而我们这次的证券便利互换在底层逻辑基本一致情况下，还具备两大中国特色。首先，美国版的 TSLF 第一个字母 T term 定期，说明这玩意儿初期就是应急用的，所以指出它的期限只有28天。后面到2009年，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入，一度延长到84天，但无论怎么样都是个应急的政策，期限很短。而我们这边等于把 TSLF 的 T 拿掉了。就现在公开信息来看，央行提供这个互换，至少从总额来看是没有期限的，一定要加个期限，希望是1万年。其次，美国 TSLF 主要是应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次贷时候因为金融市场动荡，股市流动性出现问题，金融机构需要应对流动性挤兑，而手上的股票资产因为市场的下跌无法快速兑现或者退现，会对市场造成更大的冲击。所以这个 TSLF 是金融机构暂时不抛售手上的低流动性证券，而以此为抵押换取高流动性资产应急用的，所以它并不主要针对股市。从这样是个而到我们这边，央行直接明确了获取流动性的唯一去向，有些只能是股市。这工具价从美国非定向工具变到我们这儿，直接利好股市定向策略。参考我们这次同步推出另一种介质，几乎一样的工具，企业股票回购专项债利率仅仅只有1.75%，大概率只有中国版 TSLF 的资金成本大致不会超2%，而现在沪深300的加权股利息率3%，而总体红利板块的股息率近5%。这工具对于大资金而言，短期是无风险套利，但随股价稍涨，这个套利的空间会稍有收窄。早上喝的早好，你知道为什么外资这样像疯了一样？要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好多深度数据和不公开数据，不知道该来问知友们。既然已经设置了问题的前置条件，外资买爆希望能够列举哪些机构，外资机构买爆中国哪些类型资产以及外资的源头，哪怕只列举差一点都可以。当然我也没有一手数据，只能就这次暴涨是投机还转涨深聊几句，转涨牛聊几句，可以肯定说是货币政策刺激下的投机交易增长的短期效果，持续的时间应该在1到2个月，但很多经济增长的基本影响因素并没有变，所以低增长预期也不会变，所以可能货币政策对股市的效果还可能更短。